年夜饭桌上，母亲沈月华笑着给父亲夹菜，多吃点，今年可是双喜临门呢。父亲筷子一抖，强装镇定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可母亲只是抿嘴一笑，急什么？好戏还在后头。窗外烟花炸响时，父亲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，一条条短信让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月华站在厨房里剁肉馅，菜刀落在案板上的节奏平稳而有力。今年的年夜饭，他准备做儿子陈明最爱的狮子头，再配上几道家常菜。锅里的高汤已经熬了2个小时，飘出浓郁的鲜香。丈夫陈国强站在门口，欲言又止。他看着妻子忙碌的背影，手指不断地搓着手机。那上面刚刚收到一条消息，我去医院复查了，医生说一切都好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陪我去看看？是吴小雨发来的，她的新欢刚满29岁，比沈月华整整小了20岁。此刻正怀着他3个月的孩子。怎么了？沈月华头也不回地问，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。没什么，我出去买点水果回来。陈国强的声音有些干涩，家里冰箱里有苹果和梨，你拿几个洗洗就行。沈月华终于转过身，脸上挂着柔和的微笑，但那双眼睛却令陈国强感到一丝不寒而栗。我想买点特别的，毕竟是过年嘛。陈国强急忙转身离开。沈月华看着丈夫慌张离去的背影，低头继续剁着肉馅。1个星期前，她就知道了这个秘密。那天，她为丈夫整理西装时，从口袋里调出一张 B 超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吴小雨3个字。她没有歇斯底里，没有哭闹，甚至没有质问。25年的婚姻让她明白，有些事情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。儿子陈明从房间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笔记本电脑。妈，你在做什么好吃的？陈明凑过来看了看，一脸期待。狮子头，你最爱的。沈月华微笑着说。太好了，爸呢？去买水果了。过年了，全家人都要团团圆圆的，缺一不可。沈月华平静地回答，将肉馅放进碗里，开始添加调料。陈明察觉到母亲话语中的异样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近几天，家里的气氛确实有些奇怪，父亲总是心不在焉，而母亲则表现得异常平静，笑容比以往更加频繁，却似乎少了几分温度。对了，明，今年咱们家过年要热闹一点，我邀请了你爷爷奶奶，还有你爸公司的几个合伙人，都说要来给咱们拜年。沈月华搅拌着肉馅，语气轻快。啊，这么多人啊！陈明有些惊讶，往年家里过年都很简单，最多就是爷爷奶奶来住几天。是啊，人多热闹吗？沈月华抬头看了看儿子，妈有点累了，你帮我把这个肉馅放到冰箱里去。陈明接过碗，忽然注意到母亲的眼睛有些发红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葱辣到眼睛了。沈月华转身去洗手。对了，你爸那件深蓝色的西装，你帮我从衣柜里拿出来，我明天给他熨一下。陈明点点头，将肉馅放进冰箱后，就去了父母的卧室。在翻找西装的时候，他无意中看到母亲的枕头下面露出一个小本子的一角。出于好奇，他拿出来翻了翻，那是母亲的日记本。最新的一页只写了简短的几行字：我已经知道了一切，没关系，这个年我会过得很开心。25年也该有个了断了。陈明心里一惊，连忙将日记本放回原处。
他不知道母亲指的是什么，但那几行字让他感到一股寒意。陈国强回来时带了一大堆水果和零食，还有几瓶高档红酒，他显得格外兴奋，在厨房里对沈月华嘘寒问暖，甚至主动提出帮忙做菜。怎么了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今天这么积极？沈月华笑着问。没什么，就是过年了，想多陪陪你和儿子。陈国强搓了搓手，目光闪烁。是吗？沈月华轻笑一声，今年确实是个特别的年，应该好好过。陈国强的手机又响了一下，他条件反射地去摸口袋，但又立即停住，转而去水槽洗了几个苹果。晚上，一家三口坐在客厅看春晚，沈月华靠在沙发上，神情放松，时不时对着电视里的小品笑出声来。可陈国强坐立不安，眼睛不停地瞄向沈月华，试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些端倪。爸，您怎么了？老是心不在焉的。陈明终于问道。啊，没什么，可能是工作太累了。陈国强赶紧转移话题。对了，明，你妈说明天要请很多人来家里过年。是啊，妈说要热闹一点。陈明看了母亲一眼，我想着难得过年，就多叫些人来热闹热闹。国强，我还邀请了周总，他说一定会来。沈月华微笑着说。陈国强的脸色变了变，周总是他公司的大股东，平时极少参加私人聚会，你怎么突然邀请他？陈国强的声音有些发紧。怎么，不行吗？沈月华反问，眼神平静的如同一潭死水。行，当然行。陈国强干笑两声，起身走向卧室。我去洗个澡。陈国强一离开，陈明就凑到母亲身边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感觉家里氛围怪怪的。沈月华轻抚儿子的头发，随意地说道。没事，妈妈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而已。什么惊喜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沈月华的笑容中带着一丝神秘。不过妈妈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个迟到了25年的礼物。陈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电视里的欢笑声和室内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除夕这天一大早，沈月华就起床开始准备年夜饭。她穿上一件崭新的红色旗袍，发髻挽得一丝不苟，甚至还化了精致的妆容。陈国强起床看到她这副打扮，愣在了原地。老婆，你今天真漂亮。陈国强由衷地说。谢谢。沈月华浅浅一笑。今天可是大日子，我得好好打扮一下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去把客厅收拾一下就好。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新衣服，就是那件深蓝色的西装，你待会儿换上。陈国强点点头，总觉得妻子今天有些不一样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吴小雨发来的消息。今天是除夕，你能过来陪我吗？他偷偷回复，今天不行，明天一早我就过去。放下手机，陈国强发现沈月华正站在门口看着他，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。他慌忙将手机塞进口袋，急切地说道，我去收拾客厅。沈月华微微点头，转身回到厨房继续忙碌，动作依然从容不迫，眼神却越发深沉。那天，陈国强下班回来，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纸箱，神秘地笑着。明，爸爸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。只见他把箱子放在院子里，陈明兴奋地围着箱子转圈，猜测里面是什么。沈月华站在一旁，被丈夫孩子的欢乐感染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陈国强故意拖长了声音，手放在箱子上。准备好了。陈明迫不及待地跳着说。陈国强揭开箱子，
一只毛茸茸的小金毛犬从里面探出头来，好奇地看着陈明。狗狗！陈明惊喜地叫着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想摸又不敢。小狗踉跄地爬出箱子，舔了舔陈明的手指。那天晚上吃完生日蛋糕后，一家3口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，看着繁星点点。陈明抱着小狗睡着了，陈国强轻轻把儿子抱在怀里，另一手牵着沈月华，在月光下慢慢地走回家。陈国强突然说：“谢谢你，月华。”“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完美的家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你和明。”陈国强看着熟睡的儿子，语气前所未有的柔和。沈月华记得那一刻，陈国强眼中的爱意是那么真实，那么深沉。他俯身亲吻他的前额，一家3口在星光下的剪影，成了他心中最完美的画面。那个男人去哪里了？或者说，那个男人是否真的存在过？沈月华轻轻擦去眼角的泪水，继续处理着手中的食材。他今天要做的菜肴都是陈国强最爱吃的：红烧狮子头、清蒸鱼、香菇炖鸡、腊肉炒笋片、糖醋排骨。每一道都是用心准备，每一道都蕴含了他25年来的用心良苦。妈，需要我帮忙吗？陈明走进厨房，关切地问道。沈月华回过神来，微笑着摇摇头：“不用，你去陪爸爸说说话吧。”陈明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厨房，找到正在客厅整理茶几的父亲，坐到了沙发上。“爸，我们聊聊吧。”陈明的语气异常严肃。陈国强放下手中的抹布，警惕地看了儿子一眼：“聊什么？您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妈妈好像很不开心。”陈国强的表情一瞬间变得复杂。“没有，可能是工作太忙了，没有多陪你妈。您确定只是这样？”陈明直视父亲的眼睛：“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。”陈国强叹了口气，在儿子对面坐下：“明，人到中年，有时候会犯一些错误，但我保证，我心里最爱的还是你妈妈。”“什么错误？”陈明追问道。“没什么，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决策不够慎重。”陈国强避开儿子的目光：“过完年就好了。”陈明刚想继续追问，门铃却突然响了。“来了！”陈国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快步走向门口。陈父陈母是第一批到达的客人。陈母一进门就抱住了沈月华：“月华，1年没见，你越来越年轻了。”沈月华笑着回报婆婆：“妈，你也一样精神。”陈父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“国强，公司最近怎么样？”“挺好的，爸，今年业绩比去年增长了20%。”陈国强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陈父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对了，周总今天也会来。”“是的，月华邀请的，那可是个大人物啊，你可得好好招待。”陈父意味深长地看了儿子一眼，别出什么差错。陈国强的笑容有些僵硬：“我知道，爸。”一家人在客厅闲聊，气氛表面上其乐融融。陈母不停地夸奖沈月华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陈父则和儿子讨论着今年的经济形势。唯有陈国强时不时看向厨房里忙碌的沈月华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安和歉疚。下午3点，公司的合伙人们陆续到来，每个人都带着贵重的礼物，嘴上说着恭维的话。沈月华一一接待，脸上的笑容从不褪去，只是那笑容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解读。陈国强的助理李志也来了，他一进门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屋内不寻常的气氛。在无人注意时，他拉住陈国强：“老板，
怎么回事？您太太看起来有点不对劲。陈国强紧张地环顾四周，没事，可能是准备年夜饭太累了，是吗？李治狐疑地看了沈月华一眼，我怎么感觉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？陈国强的脸色一变，你胡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种感觉。李治耸耸肩，对了，吴小雨一直在找您，说有重要的事。我知道，你别提他。陈国强低声警告，今天任何事都不要打扰我。李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明白了，老板。沈月华从厨房走出来，热情地招呼大家，各位，茶点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先坐着聊。晚饭6点准时开始，众人纷纷赞美沈月华的贤惠能干，称赞陈国强娶了个好妻子。陈国强笑得比哭还难看，只能频频举杯向大家敬酒，借着酒精麻痹自己日益膨胀的不安。下午5点，周总姗姗来迟。他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身材精瘦，眼神锐利如鹰。陈总，新年好啊！周总大步走进客厅，和陈国强握手。周总，您来了。陈国强连忙起身迎接，真是太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来寒舍。哪里，这是沈夫人盛情邀请，我怎能不来？周总笑着说，然后转向沈月华，沈夫人，这是一点小心意。他递过来一个精致的礼盒，沈月华接过后打开，里面是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。周总，这太贵重了。沈月华推辞道：“一点心意，算是感谢沈夫人平日对公司的支持。没有您在背后支持陈总，我们公司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”面对周总的恭维，沈月华微微一笑：“周总过奖了，公司的事都是国强在操心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沈夫人太谦虚了。对了，陈总，明天早上公司有个紧急会议，您别忘了。”陈国强一愣，明天大年初一？是啊，有些事情比较紧急，必须尽快处理。周总的语气听不出喜怒。沈月华插话道：“周总，要不您留下来一起吃个年夜饭再说吧，公事可以明天再谈。”好啊，那我就叨扰了。周总欣然接受。陈国强站在一旁，脸色阴晴不定。他掏出手机，看到吴小雨又发来10几条消息，最后一条是：“你不来，我明天就去公司找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。”他烦躁地关掉手机，抬头正好对上沈月华平静的目光。不知为何，那目光让他感到一阵寒意。傍晚6点，年夜饭正式开始。沈月华将丰盛的菜肴一道道端上桌，每一道都色香味俱全，赢得了满桌的赞叹。月华，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。陈母夹了一块红烧肉，赞不绝口。谢谢妈。沈月华微笑着说，然后转向陈国强：“国强，来尝尝这个糖醋排骨，是你最爱吃的。”陈国强勉强夹了一块，却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胃口。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别处，手机在口袋里不断震动，像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。“陈总，您看起来心事重重啊。”周总突然开口：“是不是公司有什么问题？”没有。陈国强连忙否认：“可能是有点累了，那就多吃点，补补身体。”周总举起酒杯：“来，我敬沈夫人一杯，感谢你准备了这么丰盛的年夜饭。”沈月华举杯回敬：“周总客气了。”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气氛渐渐热络起来。只有陈国强一个人食不知味，频繁地看向手机，时不时借口去洗手间。在一次返回餐桌的途中，陈明拦住了父亲：“爸，你手机响了很多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“没事。”
就是工作上的事。陈国强不耐烦地说：“大年30了，还有什么工作？”陈明冷笑一声：“是不是外面有？”陈国强的脸色一变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不是小孩子了，爸！”陈明直视父亲的眼睛：“如果你敢伤害妈妈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”陈国强被儿子的态度震惊了，着实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儿子会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。明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伤害你妈妈？希望如此。陈明冷冷地说，然后转身回到餐桌前。陈国强站在原地，带着满心的疑惑和恐惧，回到了餐桌前。此刻，他发现众人正举杯向沈月华祝贺什么，于是强作镇定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沈夫人刚才说有个好消息要宣布。周总笑着回答。陈国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什么好消息？沈月华站起身，举起酒杯，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最后落在陈国强身上。各位，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，希望能让今晚更加难忘。看到众人呆愣，沈月华的声音柔和中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，继续道：“这个惊喜包含了我对过去25年的所有感悟，也包含了我对未来的所有期待。国强，特别是你，一定会对这个惊喜印象深刻。”陈国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，额头上的冷汗不断冒出，他的目光慌乱地扫视着餐桌上的每一个人，最后落在沈月华身上。明明是一张他熟悉了25年的脸庞，此刻却让他感到一阵恐惧。什么惊喜啊？弟媳，快说来听听。陈国强的大哥陈国良打破了短暂的沉默。是啊，月华，别卖关子了。周总也夹起一颗花生米，笑着催促。沈月华微微一笑：“别急，我们先把年夜饭吃完，惊喜在饭后。”就这样，年夜饭在一种奇怪的氛围中继续着。陈国强几乎没怎么动筷子，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沈月华的一举一动，像是在预测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。沈月华却表现得格外热情，不断给客人们夹菜，讲一些家常趣事，逗得大家笑声不断。国强，你怎么不吃啊？陈母关切地问。我不太舒服。陈国强勉强扯出一个笑容。是啊，他最近压力很大，可能是有些事情瞒着家里人，心里不踏实。沈月华接过话头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丈夫一眼。陈国强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桌上，引得所有人都看向他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他匆忙起身。走廊里，陈明拦住了父亲。爸，您到底怎么了？从昨天开始就一直魂不守舍的。陈国强避开儿子的目光。没什么，就是工作上的事。是吗？陈明冷笑一声。那您为什么这么怕妈妈说的那个惊喜？陈国强愣住了。你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很快就会知道了。陈明转身回到餐桌前。陈国强在洗手间里掏出手机，发现吴小雨连发了10几条消息，最后一条是：我肚子突然很疼，可能是孩子有问题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，你能不能来医院？于是他慌忙回复：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想办法过去。刚发完这条消息，突然发现镜子里多了一个人影。沈月华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身后。老婆，你怎么进来了？陈国强结结巴巴地问，手忙脚乱地想把手机藏起来。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好，进来看看，是谁发消息来了？这么着急回复？没谁，就是公司的事。是吗？沈月华微微一笑。那你还是先陪客人吧，公司的事年后再说。陈国强只得跟着沈月华回到餐桌前。在饭后，
沈月华让儿子陈明把事先准备好的茶水和甜点端上来，然后站起来对所有人说：“各位，现在是表演节目的时间了。”他走向电视机旁边，按下了遥控器。在屏幕亮起的一瞬间，在场人瞬间傻眼，播放的却不是春晚，而是一段视频。画面上，陈国强和一个年轻女子亲密地走在一家高档酒店的走廊上，然后进入一个房间。餐桌前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。这是什么？陈父声音颤抖地问。沈月华没有回答，而是继续按动遥控器。下一个画面是陈国强和吴小雨坐在医院的等候区，医生拿着 B 超单走过来，三人脸上都露出欣喜的表情。国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周总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。陈国强面如死灰，他看着沈月华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这位漂亮的小姐是吴小雨，今年29岁，是国强公司新招的女秘书。沈月华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现在她怀孕3个月了，就在刚才，她发消息说肚子疼，已经叫了救护车去医院了。国强，你不是很着急吗？怎么不去看看你的小情人？月华，陈国强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坐下。沈月华突然厉声喝道，这是今晚他第一次提高嗓门。惊喜还没结束呢，他走到餐桌旁，从一个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文件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签好了我的部分。国强，25年的夫妻情分，我给你留了30%财产，已经很仁慈了。离婚。陈母惊呼出声。月华，有话好说啊。妈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。沈月华转向陈母，声音略微软化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只是这次他玩大了，让那个女人怀了孕。国强，你这是怎么做人的？陈父怒不可遏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还有这个。沈月华又拿出一个文件夹，推到周总面前。周总，这是国强挪用公款的证据，500万全部转入了吴小雨的账户。周总一脸震惊地翻开文件夹，脸色立刻变得铁青。陈国强，这是真的？陈国强瘫坐在椅子上，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。爸，我以前一直很尊敬你。陈明走到沈月华身边，语气冰冷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认你这个父亲。餐厅里一片混乱，陈父陈母抱头痛哭。周总和其他公司高管愤怒地质问陈国强，而陈国强则像断了线的木偶，瘫在椅子上一言不发。只有沈月华依然保持着那抹平静的微笑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。他走向陈国强，俯身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25年，我给了你最好的青春，你给了我最大的背叛。今晚之后，我们两清了。”春节的夜晚本该热闹温馨，但陈家的年夜饭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戛然而止。客人们陆续离开，临走时，没有人敢看陈国强的眼睛，只有周总在门口冷冷地对他说：“明天上午9点，我要见到你，带上你的律师。”陈父陈母也默默起身离去，老两口的背影显得格外佝偻。临出门前，陈母拉住沈月华的手：“月华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不管怎样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儿媳。”沈月华点点头，眼中终于有了一丝湿润。客厅里只剩下沈月华、陈明和陈国强3人。陈国强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不停地颤抖。“爸，你的手机一直在响。”陈明冷漠地说，“可能是你的小情人又在找你。”陈国强茫然地掏出手机，
屏幕上显示有10几个未接来电，全部来自吴小雨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通了电话。国强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医院，医生说我可能要流产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吴小雨焦急的声音。陈国强看了一眼沈月华和陈明，声音颤抖。我现在有点事，可能。什么事能比我和孩子重要？吴小雨尖叫起来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你闭嘴！陈国强突然爆发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你怀孕，我怎么会？因为我。吴小雨的声音变得冰冷。那好，我成全你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会找记者公开这一切，让所有人知道陈总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电话挂断了，陈国强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，瘫在沙发上。看来你的小情人也不是那么听话。沈月华冷笑一声，国强，你最好收拾一下东西，今晚就搬出去。这套房子的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，法律上我有权让你离开。月华，我知道错了。陈国强跪到沈月华面前，声泪俱下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，再也不会。够了！沈月华后退一步，25年，已经给了你太多次机会，这一次，我选择对自己好一点。妈，你别理他。陈明扶住母亲，我们进去休息吧。沈月华点点头，跟着儿子走向卧室。在关门前，他最后看了陈国强一眼。国强，你明天就会发现，公司的股份我已经转让给了周总，你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了。这些年我忍气吞声，不是因为我软弱，而是因为我爱你。现在这份爱已经用完了。门关上了，客厅里只剩下陈国强一个人。他扑到门前，疯狂地拍打着门。月华，求你了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没有回应，只有电视里还在播放着喜气洋洋的春晚，与室内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那个春节之夜成了陈国强噩梦的开始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被周总召去公司，面对董事会的质询，挪用公款的证据确凿。公司决定解除与他的所有合作关系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银行账户被冻结，信用卡被停用，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吴小雨真的实现了他的威胁，将他们的关系曝光给了媒体。一时间，陈国强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笑柄，往日的朋友和生意伙伴纷纷与他划清界限。沈月华则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自我蜕变。离婚后，他重返职场，与大学同学李芳合作创办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。他多年来积累的人脉和专业知识很快就派上了用场，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。陈明也搬出了原来的家，和母亲一起住进了一套新购置的公寓。他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失望，拒绝接听陈国强的任何电话。半年后的一天，陈国强独自一人坐在一家破旧的出租屋里，看着墙上一家3口的合影。照片中，沈月华笑容灿烂，陈明稚气未脱，而他自己则一脸得意。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般田地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陈国强疲惫地接起电话。是陈国强先生吗？我是第一人民医院的，您父亲陈老先生突发脑溢血，现在情况不太好，请您尽快过来一趟。陈国强如遭雷击，连忙赶往医院。在医院门口，他遇到了沈月华和陈明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陈明惊讶地问。医院给我打电话了，沈月华平静地说。陈国强不敢看前妻和儿子的眼睛。谢谢你们来。3人一起走进病房，陈父躺在病床上，
脸色苍白，插着各种管子。陈母坐在一旁，看到儿子进来，眼泪立刻涌了出来。国强，你爸爸他……妈，爸爸怎么样？陈国强紧张地问。医生说，可能挺不过今晚了。陈母哽咽着说。陈国强跪到床前，握住父亲的手。爸，我来了，您听得见吗？陈父微微睁开眼睛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爸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陈父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：和好，一家人，和好。话音未落，监护仪上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，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医护人员冲进来，开始抢救，但最终还是宣告了陈父的死亡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陈国强彻底崩溃，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：爸，您别走啊，我还没来得及让您看到我改过自新呢。沈月华和陈明站在一旁，眼中含泪。尽管他们对陈国强充满了怨恨，但此刻他们也为陈父的离去感到悲痛。葬礼上，陈国强像个行尸走肉一般，机械地完成各种仪式。沈月华和陈明也来了，但与他保持着距离，宾客寥寥，往日的亲朋好友几乎没有人出席。这更加凸显了陈国强现在的落魄境况。葬礼结束后，陈国强独自一人站在墓地，望着父亲的墓碑发呆。忽然，他感到身后有人走近。节哀，是沈月华的声音。陈国强转过身，泪流满面。月华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爸爸，对不起所有人。沈月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。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原谅我，但是……陈国强哽咽着，能不能告诉明，我很想他，他知道。沈月华看了一眼不远处等待的陈明，只是他需要时间。谢谢你们今天能来。陈国强擦了擦眼泪，不管怎样，爸爸走的时候，全家人都在，他应该会欣慰的。沈月华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陈国强望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意识到，那个曾经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，如今已经彻底从他的生命中走出，开始了新的旅程，而他自己则要独自面对往后的人生。1年后的春节前夕，沈月华和陈明坐在一家咖啡馆里，对面是沈月华的大学同学李芳，三人有说有笑，气氛轻松愉快。月华，这1年你变化真大，李芳感慨道，看起来比以前年轻多了。沈月华抿了一口咖啡，微笑着说，因为自由了吧。离婚后，沈月华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消沉，相反，他接受了李芳的邀请，加入了他的教育咨询公司，负责文化课程的开发。凭借着过去的教学经验和对教育的热情，沈月华很快就成为了公司的核心人物。对了，听说陈国强最近回国了？李芳小心翼翼地问。陈明的脸色略微变了变，那个人早就与我们无关了。沈月华拍拍儿子的手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离婚后，陈国强的生活一落千丈，公司股份被周总收回，挪用公款的事情也曝光了。他不仅被开除，还面临着法律诉讼。吴小雨在流产后选择了另一位有钱的公司高管，彻底抛弃了陈国强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得逃到国外躲债，直到最近才悄悄回国。听说他回来是想见你，月华。李芳继续说道。沈月华摇摇头，没什么好见的，那段婚姻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很好。就在这时，咖啡馆的门被推开，一个憔悴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最终落在沈月华身上。是他。陈明猛地站起来，挡在母亲面前。陈国强走到桌前，
他比1年前苍老了许多，眼睛下有深深的黑眼圈，衣着也不再光鲜。月华，能单独谈谈吗？他的声音嘶哑。沈月华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”陈国强咬了咬嘴唇：“我想跟你道歉。这1年我一直在反省，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我不求你原谅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后悔。”沈月华的表情没有任何波动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这改变不了什么。我知道。陈国强苦笑一声：“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的报复成功了。我失去了一切，事业、家庭、尊严，甚至健康。医生说我得了重度抑郁症，需要长期治疗。这不是报复，而是你自作自受的结果。”沈月华直视着前夫的眼睛：“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，希望你今后能好好生活。”月华。陈国强还想说什么，却被陈明打断：“够了，爸。”陈明的声音不再尖锐，但依然坚定：“妈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”陈国强看了看儿子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：“明，你长大了，比我强多了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：“这是我的新地址和电话，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看看我。”陈明接过信封，没有说话。陈国强后退2步，向沈月华深深鞠了一躬：“谢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，祝你幸福，真的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咖啡馆。沈月华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“妈，你还好吗？”陈明关切地问。沈月华回过神来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很好。明，人生很长，不要被仇恨占据。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原谅你爸爸，就去看看他吧。”陈明点点头：“我会考虑的。”李芳看着母子俩，感慨道：“月华，你真的很了不起，换作是我，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”沈月华摇摇头：“不是原谅，只是放下。恨一个人太累了。”夜幕降临，城市的各个角落开始亮起红灯笼，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。沈月华和陈明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街道两旁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“妈，今年咱们就在新家过年吧。”陈明提议。“好啊。”沈月华笑着说，“要不要邀请几个朋友来家里热闹一下？”“当然好。”陈明兴奋地说，“我来负责买菜做饭。”沈月华看着儿子阳光般的笑容，心中涌起一阵温暖。他知道，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，只要怀着希望向前走，生活总会变得更好。那个春节的夜晚，当沈月华站在新家的厨房里，听着客厅里朋友们的欢声笑语，望着窗外绽放的烟花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复仇不是让对方痛苦，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。他轻轻擦去眼角的泪水，嘴角扬起一抹释然的微笑。这一次，他的笑容不再是伪装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快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